蓝忘机沉吟片刻，见魏无羡一本正经，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便真按他说的，在街口落了脚。魏无羡如愿以偿，欣喜之余，越发得寸进尺起来，理直气壮地对蓝忘机伸出一只手。蓝忘机面色狐疑地打量着他。魏无羡笑嘻嘻道：“支点钱呗，你总不能让我空手去吧？”在魏无羡一番死缠烂打之下，蓝忘机终于屈服，摸出了钱袋。趁着他掏钱，魏无羡一边四下张望，一边随口道：“韩光觉，我看这里的夜市还挺有特色的，你要不要也一起来逛逛？”蓝忘机取出几块碎银子，果决道：“不必。”魏无羡撇了撇嘴，将银子接了过来，边掂量边道：“那你就在原地等我去就回。”夜市所在的是一条笔直的长街，各家店铺皆张灯结彩，亮如白昼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糕点蜜饯，猪鸡裸起，泥人瓦罐，看得魏无羡目不暇接，一晃眼就过去了半个多时辰。等他把所有摊铺看了个遍，又从街尾掉头往回走，左手举着个烤羊腿，右手拿着个烤馍，一口羊肉一口馍，闲庭信步，好不痛快。有一刻魏无羡也曾良心不安，心想是不是该给蓝湛也买点什么？可这里的吃食都格外粗犷大气，肉也大块，饼也大块，还只往地上滴油。魏无羡光是想想蓝忘机吃那样的东西，他就浑身不自在，想来蓝忘机应该也不会喜欢。不过一个人吃独食还是难免心虚，就要走到街口时，魏无羡狼吞虎咽几大口，将烤羊腿给啃完了，抹干净了嘴上的油，才迈开腿朝蓝忘机的方向走去。蓝忘机还站在原地，说是原地，那就真是原地。魏无羡甚至怀疑他连脚都不曾挪过窝。不过当他稍微走近了些，却发现蓝忘机的目光一直定格在某处。他看着的是个卖糖画的小摊，摊前一名孩童正在等待糖画完成。这个小摊离他很近，就在夜市刚入口处，可蓝忘机始终没有往前走一步，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画糖画的石板。若是有行人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便微微偏头，继续看得目不转睛。糖画完成了，是一条盘踞的巨龙。孩童开开心心地接过来，一蹦一跳地离开了。待到小孩走远，蓝忘机这才转过了头，双目平视前方，继续直挺挺地立着。不知为何，魏无羡心中咯噔了一声。在他的印象里，蓝忘机素喜独来独往，从不理会凡尘俗事。可当他瞧见蓝忘机独自一人站在凄清的夜色里，默默望着人声鼎沸、灯火灿灿的夜市，心里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。其实蓝忘机心底也是向往热闹的，可他的向往中又仿佛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，好像那是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。蓝忘机看了多久的画糖画，魏无羡便静静站在不远处，看了多久的蓝忘机。半晌，魏无羡重整心绪，回到蓝忘机身边，将他打听来的消息一一道来。韩光觉，我都问过了，独秀岭那一带已经好几十年没闹过邪祟了，杀害山民的食魂煞不出意外是这几天才冒出来的。我还听说此地近日山崩频发，就在修士遇害的前几日，独秀岭附近的一座孤峰就刚刚山崩过一次，传说那山上曾镇压过一具千年古尸。我在想，食魂煞突然涌现，会不会跟那次山崩有关？蓝忘机徐徐点头，又问：那座孤峰在何处？魏无羡心念一转：韩光俊，你看今天都这么晚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明天再去吧。你忙了一天，肯定也饿了。那边有卖糖画的，又好吃又好看，你要不要买一个？就当是我请你的。说是请，用的自然还是蓝忘机给的钱。蓝忘机想也不想便道：不要。魏无羡被他噎得倒吸一口气，这回答，这语气，真是跟年少听学拒绝他时一模一样，一样斩钉截铁，一样不留情面。
他自知多劝无用，悻然作罢，心里闷闷的咕哝：这个人也真是的，明明就是想要的，为什么总要那么嘴硬呢？随即二人御剑而归，从一片山林中穿行而过。此地崇山峻岭，将夜色衬得更加深邃空旷，寂寥无声。兴许是夜色壮人胆，魏无羡在剑上蹑足侧行，凑到蓝忘机身边道：韩光觉，我可不可以斗胆问你个问题啊？蓝忘机目不斜视道：问。你平时出来夜猎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吗？偶尔会携小辈。魏无羡知晓的点头，又若有所思的道：可小辈毕竟是小辈，还是没法跟你聊到一块儿去。蓝忘机扭头瞥了他一眼，用眼神无声的质问他究竟想说什么。魏无羡清了清嗓，敛了敛容，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道：你就没想过找个道侣什么的？蓝忘机眉心微凝，顿了一顿，又平静道：修行本是一人之事。魏无羡长吁口气：我不是说你一个人不行，这道侣呢，字面上是一起修行，可实际上一起做什么都行的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读书，一起写字，还可以一起做那样的事情。蓝忘机猝然扭头，双目瞪视着他，目光中蕴含着警告的意味。魏无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继续厚脸皮的道：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这其实是很美好的感情。要是你特别在意一个人，你就会随时随地念着他，时时刻刻都想见他，恨不得所有事都跟他一起做的。蓝忘机不为所动，真是对牛弹琴，孺子不可教也。魏无羡深沉地摇了摇头：唉，你是没有过那样的人，自然没法感同身受喽。他摆出一副饱经风霜的做派，自我感觉颇为良好，差一点就要伸出手去捋一捋他并不存在的胡须。这时他听见身旁传来一个轻悠悠的声音：有。霎时间，魏无羡以为自己是出现了幻听，他呆愣愣地啊了一声，一偏头便瞥见蓝忘机微垂的侧脸，此时正笼罩在一股淡淡的哀伤中，如同一层暖色的纱雾，将他原本锐如刀削的五官都氤氲地柔软了。那样的神情，只消一眼，魏无羡便明白自己并未出现幻听。蓝忘机所言与他所想是同一个意思，这就好像是在自顾自地在泥土里挖蚯蚓，却不小心挖出了旷世珍宝。他心中一时风云骤变，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一从天而降的大大惊喜。可惊是实打实的惊，喜却似乎谈不上来了，倒像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在他胸口咕噜噜地冒着泡，挠得他酥酥麻麻的，又有点说不出的酸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直犯嘀咕：有，蓝湛也会对别人有那种感情吗？发觉自己沉默得太久，魏无羡咳了两声，强行靠着意念，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气泡赶到一边去，轻松地调笑道：这不就对了吗？那你怎么不跟那人结为道侣？蓝忘机沉默良久，垂眸道：我不能。为什么？魏无羡惊呼：是那人不愿意。蓝忘机不说话，魏无羡当他是默认了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，脱口而出：怎么可能？还有人不愿意当你的道侣？蓝忘机扫了他一眼，这话说出口，比在魏无羡脑子里听起来古怪多了。他一时也怔住，厚如城墙的脸皮此时难得地受到了几分撼动。好在蓝忘机并未多言，只是低垂着眼帘，好似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里。魏无羡心中滋味越酿越古怪，回去的一路上也难得地消停了下来。次日一大早，二人前去寻找石魂煞巢穴。那座发生山崩的孤峰与独秀岭相距较远，整座山寸草不生，渺无人烟。山底原先还有两三座早已废弃的棚屋，也在泥石冲刷下不复存在，只余下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残垣。魏无羡就地取材，拼凑出了一只风邪盘，可惜材料有限，制作不精。凌空遇剑时无法感知邪气轻重，
二人只好徒步在山间行走，凭着罗盘指引，朝着煞气最深最重之处行进。此处地面支离破碎，沟渠纵横，山崩后更是雪上加霜，四处飞沙走石，泥泞不堪。途经一处泥地时，蓝忘机回头叮咛道：“路花，当心！”二人挨得很近，蓝忘机稍稍领先魏无羡半步，以便随时打掉天外飞来的巨石。蓝忘机的说话声从很近的地方直直传进魏无羡的耳朵里，显得格外低沉有力，令他心中不住一颤，